结婚5年，我和姜鹏都没有了激情的爱意。我陪他度过了最难的那几年，是他的糟糠之妻。他竟然背着我，带我的闺蜜去看妇产科。渣男配贱女，你俩还是一起进去踩缝纫机吧。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和我同甘共苦的丈夫出轨了。我路过医院产科的门诊时，他正陪在张月检查妇产科。姜鹏一次也没有陪我来过。相识10年，创业8年，结婚5年，他现在牵着我闺蜜的手，小心翼翼，嘘寒问暖。我颤抖着手拨通电话，眼看着他示意张月不要开口，然后熟练地从兜里掏出手机。你在哪？妈说晚上回去吃饭。这样啊，要不我就不去了。我今晚上有个局，要签一个大单。我冷笑一声，你妈生日，你爱来不来？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举着手机把2人亲的拉丝的画面全都录了下来。好闺蜜要当小三是吧？模范老公要金屋藏娇是吧？丢人现眼的玩意，我成全他们。我捏着挂断的手机，内心十分挣扎。晚上还是买了水果和营养品，去了婆婆家。今晚是婆婆的生日宴，门一开，就看到张月和婆婆亲密地坐在沙发上。这小三是来报喜的吧？妈，祝您生日快乐。婆婆斜着眼睛睨了我一眼，抱着胳膊，东西放那，你就回去吧。这意思就是让我别留在这儿戳她的眼睛。平时能言善辩的张月也没想到我会突然回来，像个闷葫芦似的杵在那里。张月怯生生地喊了我一声宁宁姐，我没搭理，又被婆婆嘀咕了几句没教养没文化。这个下不出蛋的铁公鸡，装什么烂好人？还是咱们月好，又乖巧又懂事，才该是我们姜家的儿媳妇。花我儿子的钱来讨好我，一天真晦气。我沉默着开门离去，看见他们2人，我只觉得恶心。回家的路上想到他的话，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合着这一家子都觉得我在花姜鹏的钱，笑话，他的工资都是我给他发的，养小三的钱都是我出的，他有哪门子的钱？第2天我照常上班，张鹏带着小三在公司招摇过市。宁姐，鹏哥带着你闺蜜在楼下吃饭。同事指了指楼下的情侣餐厅，表情有些难看。我浅点头，他们2人是一点也不知道收敛了。公司现在正是上市的风口期，姜鹏作为公司的高层，无异于把公司推入火海。半个小时后，张月和姜鹏一起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月怀孕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无语地盯着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哟，我的绿茶闺蜜怀孕怎么还怀到你家去了？姜鹏，你管得可真宽。我语气过于尖酸，他明显愣住。家丑不可外扬，特别是姜鹏还是个好面子的，平时又自诩高材生有文化，和我这样没读过多少书的泥腿子不一样。他和他妈一样，本来就看不上我，后来也是见我工作有了起色才开始追我，现在找了小三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样子，真叫人恶心。我和他们越吵越大声，最后姜鹏甩门而去。公司人多眼杂，我俩吵架的事情很快就人尽皆知。姜鹏出轨的丑闻被对家公司举报，恶劣影响迅速扩散开，公司上市的事也就此搁浅。姜鹏也被停职调查了。不少人都在猜我和姜鹏什么时候会离婚。婚当然会离，我要他和小三求着我离。从上周董事会下了他停职通知开始，姜鹏就一直对我纠缠不清，要我发澄清证明，还要我净身出户，这样他才能保住现在在公司的职位。我觉得可笑极了，到底谁才是出轨的人？
没有我的扶持，他就是一只丧家之犬。我把撇开挡在门口的江鹏，准备收拾行李回娘家住一段时间。江鹏见我不搭理他，在原地无能狂怒：“张宁，你要是走出这道门，就别再想回来！”我摔门而出，笑死，这房子可没有你的名。发完一通火后，我径直回了娘家，里面空无一人。趁着没人，我将微型监控安装在了角落。在娘家装监控，我还是第一个。张月的父母在20年前出车祸去世了，临终前把他托付给了我们家。我和他朝夕相处，一直都是好闺蜜。可我的家人却帮着张月将她怀孕的事藏得很好，她和江鹏的奸情却人人皆知。我就像个揣着明白的傻子，在所有人面前继续当着贤惠的妻子。结婚5年，最后换来的只剩下背叛。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个个都把张月当个宝。明明我才是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心却只想着张月这个外人。很快，张月在我父母的陪伴下回来了。你还有脸回来？你在外面欺负月月，回家来还要欺负他。父亲震怒的模样和江鹏丑恶的嘴脸重合在了一起。张月躲在父亲的背后，笑容刺目。他们一家子都想把我的价值全部榨干，想让我净身出户。我没吃晚饭，在父亲唠叨和母亲假惺惺的关心中关上了房间门。晚上张月找上我的时候，我的律师刚好把江鹏婚内出轨的证据发过来。江鹏这些年转让财产给小三买花买包不说，甚至挪用公司的钱全款买了房，写的还是小三的名字。张月得意洋洋地捂着肚子，眼神里都是嘲讽。江鹏他妈说的对，你就是个下不出蛋的铁公鸡。江鹏是我一个人的。我冷笑着接话：是，就你这只鸡会下蛋。江鹏有了你是他的福气，这绿帽的福气别人求都求不来。张月说不过我，气哼哼地甩手出了门。我真的觉得他可怜，不过江鹏和他妈才是真的可怜，嫌弃我不能给他生孙子。现在好了，怨种竟是他们两母子。我敢肯定，张月肚子里的不是江鹏的种。江鹏的体检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无精症，即便有一定的几率会有孩子，但也微乎其微。更何况他每天声色犬马，又爱抽烟喝酒，根本就是个绝种的好料。但我亲眼看到他陪着张月去做产检，转动左手上的签字笔，我心生一计，这次好闺蜜可要帮我一个大忙。回到家的饭桌上，父亲难得的主动和我说话，为的却是张月这个白莲花。你去把婚离了。净身出户的协议被摆到我的面前，父亲命令的语气让我揪心。不管过了多少年，我还是会被他的冷漠刺伤。凭什么是我净身出户？出轨的人不是我，小三也不是我，影响公司声誉的人也不是我。我为什么要离婚？他只想要张月过得比我好就足够了。明明我才是他的亲女儿。这一家子都觉得只要我净身出户，江鹏就能官复原职，还能继续当高管。只要我妥协，他们就赢了。啪！他听到我的话，果然又生气起来，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光。我也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因为张月的事打我了。大吵一架后，我被锁在了房间里。被关起来的每一天，我都可以通过监控看到他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样子，还有江鹏和张月卿卿我我的样子。就连我那尖酸刻薄的婆婆也上门了几次，美约其名看望孙子和儿媳妇。也只有他们走了，父亲才会让我在房间以外的地方活动。就连公司的舆论风向都开始向江鹏倾倒。毕竟现在每天在公司办公的人是江鹏，
而不是我这个副总。他们在扼杀我所有活下去的希望，他们要把我逼上绝路。我躺在浴缸里，让透心凉的冰水没过我的身体。机会我已经给过他们了，那就不要怪我太狠心。被关在家里1周后，我因为虚弱晕倒了，在醒来的时候已经被送到了医院。张月站在病床前，假惺惺的语气让我恶心。张宁，你这样又是何必呢？我和江鹏才是天生一对，你根本配不上他。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他们倒不是担心我的身体，只是怕我死在那个家里晦气。我佯装失落，假装没有看到病房外偷听的江鹏。他们只当我已经被逼上了绝路，再没有心力和他们熬了。现在说这些，也不过是为了刺激我。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公司的实质掌权者是我，而不是虚设的董事会。除非你和江鹏跪下来求我，不然我是不会离婚的。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江鹏要是舍得为了小三，为了他所谓的儿子丢这个脸，那我就成全他们。听到我的话，江鹏果然破门而入。张宁，你现在长本事了是吧？你算个什么东西？快点给月月道歉！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知好歹，什么肮脏的话都说了个遍。张月憋着坏心思，一副被我欺负的模样。我见惯了他的把戏，只觉得无聊。你们不求我，我就不离婚。我撇开脸，放下这句话，根本不想看见这对狗男女。最后两人拉拉扯扯地出了病房，商量半晌后推门而入。我相信，为了钱和权力，他们会跪下来求我的。下一秒，江鹏一脸不情愿地跪在病床前。我看向咬着牙的张月，那你呢？江鹏捏着拳头，眼里几乎要冒出火来。月月还怀着孩子，你怎么能那么狠心？她从小和你一起长大，她可是你的妹妹。狠心？江鹏，你别搞错了，是你和你的小三来求我离婚。听到我的话，张月推了推江鹏的胳膊，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他确实是个狠人，能屈能伸的。宁宁姐，这样你满意了吧？张月红着眼眶，看起来楚楚动人。我冷笑着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求吧，我也留个证据，以后可别再来找我扯皮。江鹏哪能咽得下这口气？虽然这里是单人病房，没有观众，可他也不愿意向我低头。但张月一直拉着他，温声细语地劝着他，两人就这么不情不愿地跪着求我签了协议，一字一句都被清清楚楚地存了下来。关了录像，我飞快地在协议上签了字。下一秒，江鹏和张月两人的脸上布满笑意，当着我的面就亲了起来。我厌恶地呕了一声，摆摆手，滚吧，下周一早上9点，民政局见。办离婚，我等这一刻等了太久了。离婚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很常见，但小三和原配一起出现在民政局，这样狗血的事就不常见了。我和江鹏没有孩子，我家的户头上也只有我和他2个人。离婚手续办得很快，看着他俩喜笑颜开的样子，我也笑了出来。江鹏和张月自以为算计到了我，却没想到早在他们算计前，我便已经做好了准备。手续是已经办完了，但至少要1个月的时间才拿得到离婚证。在此期间，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还会查清我们2人之间的财产和债务。现在他们要到江鹏老家办结婚，我托人把这些日子收集江鹏经济犯罪和婚内出轨的证据递交给了警方。江鹏转移的资产本来就属于我的名下的，他原本还能以股东的身份分到一些，但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私自转让就是在触碰法律的红灯。其实我并不想赶尽杀绝，是他们欺人太甚。很快，
张月和江鹏订婚的消息就传了出来，也难怪两人着急。张月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我的前婆婆比我前夫还着急。听朋友说，张月还因为这个事和江鹏吵了一架。江鹏才离婚就和小三结婚，本来不想大办，可张月缠得紧，说什么他是第一次结婚，不想马虎了事。我听到这的时候忍不住乐了。二婚男配查小三，还想一出是一出，两人的事情不体面，但婚宴办得还是很盛大。我那抠门的前婆婆包了20万的彩礼给张月，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展开了。张月可是怀着他们江家长孙的亲亲儿媳啊！这场盛大的婚礼符合所有女人对婚姻的幻想。江鹏深情缱绻的誓言听得让人动容，就好像他还是初婚一样，我们一定会幸福的。张月哭着戴上戒指，众星捧月般的成为了江鹏的妻子。两人在众多宾客面前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看得不少人泪汪汪的。但我不会让他们就这么好过。这场张月梦中的婚礼上，他遭遇了这辈子最大的打击。当天，警察上门调查江鹏私自转让他人财产的情况。江鹏先生，经人举报您与一场经济犯罪有关，涉嫌私自转移他人财产，希望您配合我们调查。数条罪状摆在江鹏的面前，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妈和张月哭天喊地，嘴里咒骂着我的名字，说我这是要他们的命。顷刻之间，会场乱成一片，众人议论纷纷。他们想的也没有错，确实是我找人举报的，我也确实是想要他们的命。事情最后以江鹏被带走落幕。张月这个美娇娘就这样看着自己的丈夫被请进去喝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江鹏本身罪有应得。在见到江鹏的时候，已经是2个月后了。他满脸的胡茬，十分沧桑，而我则光鲜亮丽，满身轻松。江鹏被判了8年，牢狱之灾会磨灭一个人所有的骄傲。江鹏从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落得个孤苦伶仃的下场。我同情他吗？不，我只想把他推入更深的深渊。张宁，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爱你吗？我的心里只有月月，你连他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月月会一直等我的。他烤着的双手捏得死死的，眼里全是愤怒。我没有接话，他现在还不知道。张月早就已经跑去国外了。在警察深入调查之前，我都没想到他还这么胆大，收受贿赂、资产转移、虚报假账。他的这些行为每一条都足够他进去喝一壶。张月也是嗅到了风声，第2天就把孩子打了。也幸好他没有接触到我公司的核心工作，不然我也要被拉下水。江鹏，你别太天真了。我看着他手上的镣铐，语气平静。坐牢对他来说不过是身体上的痛苦，我要他身心都绝望。月月怎么样了？你不要为难他，他什么也没做错。我嗤笑一声，摇了摇头。江鹏，张月已经出国了，不可能。月月那么爱我，他肯定不会抛弃我的。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江鹏满心都是张月，他的语气满是可笑的慌乱。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江鹏满心都是张月，然而对方却只当他是接盘侠而已。别自己骗自己了，你进去以后他就把孩子留了。江鹏，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那么急着要和你结婚？你给他买房买车，他又为你做了什么？你是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对他念念不忘，他心里真的有你吗？我的话音刚落，江鹏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差，攥紧的拳头松开，整个人都显得萎靡不振。看着他，我微微眯起眼睛，贴近话筒。我和你说过的，他是个骗子，
是个坏女人，是你不相信我。我以前是说过这样的话，只是今时不同往日。这些话刺激得他满脸通红，最后忍不住捂着脸哭了起来。他把颤抖的手伸到玻璃前，描了3个字：对不起。他后悔了，但我并不后悔。现在我才是那个坏女人。之后的每个周末，我都会抽空来看江鹏。他从一开始的不待见我，到后面会主动询问我的生活。我们像多年前那样说着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学校对面的那家老店还开着，昨天我去了一趟，那时候真好啊，什么都不愁。隔着玻璃墙，我们反倒比以前更熟络了。他看向我的目光柔和，就像10年前我们才相遇的时候一样。就连从前看不惯我的前婆婆，也对我和颜悦色起来。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么傻的女人，这辈子江鹏遇不到第2个。有白占的便宜，不能不占。父亲和母亲每天吵得不可开交，为了张月和江鹏的事，2人互相埋怨。我依旧做着我以前会做的事情，节假日给他们买东西，平时口头问候。倒不是我圣母，这么做只是为了博个好名声。临近年底，监狱组织体检，这个时候江鹏才知道自己得了无精症。张月肚子里的种不是他的。体检报告送到他上那天，他一夜白了头。40岁不到的男人，苍老得像个老者。对不起，宁宁，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是我，都是我。对不起，当初我怀不上孩子，婆婆一直咒骂，他们觉得我的身体有问题，就连我自己都觉得是这样。原本我已经心灰意冷，直到上次组织全公司的人体检，才特意把相关检查放了进去。最后查出来有问题的人是他。满头白发的江鹏低着头，向我忏悔着这些年的过错。我看着他，唇角划过一丝冷笑。我的原谅真的重要吗？他不过是在自我感动而已。不过我面上并没有透露出心里的情绪，反而对着他嘘寒问暖。他大概是觉得愧疚，眼睛都不敢直视我。江鹏，我们认识了那么多年，你是了解我的，我会帮你的。我当然会帮他把他的妻子找回来，帮他完成和所爱之人日日相守的愿望。我有钱，也有权，给江鹏找一个知名律师做辩护，并不是什么难处。你放心，把他找回来不是什么难事。他表面上还想维持体面，再没有在我面前提过张月的名字，但我不会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他。他和所爱之人可是许诺了要与他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我作为他最信任的前妻，自然要帮他圆这个梦。杀人就是要诛心，就要从他最痛、最伤、最薄弱的地方戳下去，他那所剩无几的良心才会体会到我的痛苦。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江鹏，一切都会好的。我满眼心疼地看着瘦削的男人，看着他因为我的话而瞪大的眼睛。大概他也没想到我还会这么上心他的事情。他妈当初拿给张月的彩礼是这个刻薄老媪的最后积蓄。江鹏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他妈以后养老考虑。那笔钱是他最后的底线。他痛苦地捂着脸，失声痛哭。对不起，宁宁。对不起，是我鬼迷心窍了，真的对不起。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好不好？等我出来，我们复婚好不好？我会对你好的，一定会对你好的。我捏了捏拳头，克制住即将宣泄而出的情绪。恶人自有恶人磨，他有他的报应。没事的，江鹏，就算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也会帮你找张月的，阿姨的钱也会追回来的。我们2个人没有缘分，但夫妻一场，我会帮你的。毕竟帮你就是在帮我自己。听到我的话后，江鹏眼里满是感动，那模样
就像见到救世主。我微笑着和他道别，承诺一定会说到做到。不管张月拿着钱去了哪里，他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2周后，我又去监狱看了江鹏，多亏了他的供述，张月才回落网的那么快。我把法院的判决书递给在监狱中备受折磨的他。张月被抓了，钱已经追回了，这对狗男女也是真的配。江鹏卷我的钱，张月就卷他的钱。谢谢，真的谢谢。我点点头，应下了这句道谢。他那头寸头白发已经长出了不少，嘴里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亏欠和道歉。我只觉得没有意思。没意外的话，这会是我最后一次来看江鹏。所谓的以后，是他想当然的以后。我下的局已经到了尾声，他的戏份也该圆满落幕了。这2人行为已经超越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所以我不恨他们，我只想找回我自己。江鹏他妈拿着追回来的钱，准备回家养老。临走的时候，这个叱咤婆媳市场半辈子的女人身形也佝偻了起来。小宁，这些年是我们江家对不起你，你是我们江家唯一承认的儿媳妇。她那张刻薄而恶毒的嘴，难得说出这么平和的话。回想之前，她对着张月也是这么说的，我无话可说。她对我这么多年的贬低和挖苦，这么多年的折磨，就一句对不起就能说过去的。人心就是这样，只有到了绝境中的绝境，才会承认自己的卑劣。这一家子的糟心事，在我的生活中随着时间逐渐被抹去。我把被江鹏搞得乌烟瘴气的公司重新整顿一番，大家都为我摆脱渣男而感到高兴。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内，我只觉得心中一片寂静。这时候，同事突然敲响了办公室的门。张总，楼下有个人闹着要见您。来的人是我妈。自从江鹏进去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家。他和我爸闹离婚的事情倒是闹得大，街坊邻居都传开了。但我那个时候忙着打官司，根本没时间问候他们。他哭着卖惨，希望我能和张月和解，最好是不再追究一切责任，让张月有机会少关几年。他还是个孩子啊！你怎么那么狠心？他像泼妇一样的闹，我甚至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在乎张宁。明明我是他怀胎10月生下来的，难道就因为我的成绩没有张月好？难道就因为我没有张月漂亮？难道就因为我是姐姐，我就该让着他？忍着怒火，我咬着牙开口：你求我也没用，是他自己犯了法。我满脸冷漠，不觉得他有多可怜。他们从小把我扔去亲戚家，我不可怜。他现在来这里和我说张月是个孩子，谁以前还不是孩子？可笑，没见过和自己姐夫搞在一起，还给人戴绿帽子的孩子。而且我为什么要觉得抢了我一切的绿茶可怜？江鹏出轨张月，还把我逼上绝路，恶人有什么好可怜的？我可怜他们，谁来可怜我？从他进我家门的第一天，我就恨他，抓他的人又不是我。你觉得判的不对，就去上诉啊，别跟个泼妇一样。张月到了如此田地，也有我父母的一份功劳。见我是个油盐不进的铁葫芦，他就在我们公司里大吼大叫，咒骂我是个不孝女，还欺负他这个老妇人。要不是没有房梁，他都能演出整一套苦情大戏。办公室被他闹得都没办法正常工作了。他这么做，无非就是觉得我脾气好，怕丢人，想等着我妥协。真不知道这么做是谁比较丢人。我倒是不怕他闹，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喝茶。最后还是同事看不下去了，打了电话给社区民警，请对方过来调解。这个女人现在看到警察就害怕，
顿时就不作声了。张宁，你这么恶毒，以后一定不得好死。他甩下咒骂我的话，被警察领了出去。经过他这么一闹，我决定还是去监狱看看张月。原本我是不想再和他有交集的，作为亲手送他们进去的人，我关心故人也没什么不对。至于江鹏，就让他背负着愧疚活一辈子吧。抽了个时间，我去了趟女子监狱。张月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他一个金融学的高材生，因为经济犯罪进去，大好的前程就被自己葬送了。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们自找的。张月剪了短发，看上去也瘦了不少。你来干什么？看我笑话？我瞅着他虚张声势的模样，索性摊牌了。对呀，我来看看落难的山鸡长什么样。有的人吃着牢饭也还挺活蹦乱跳的嘛。面对讨厌的人，我实在吐不出来半句好话。他性子倨傲，最听不惯我这种冷嘲热讽。张宁，你真不要脸！江鹏爱的明明就是我，都是你，是你抢走了我本来拥有的东西。他说的理所当然，我顺势点了点头。对，江鹏算是什么东西？你也不是个东西，所以你俩一起坐牢，真是绝配。他还觉得这些酸话能刺激到我，笑死！现在坐牢的人又不是我，不管是以前的江鹏还是现在的江鹏，都得依靠我才能保留体面。说到底，张月不过是攀附着江鹏而活的金丝雀。如今江鹏这棵大树已经倒了，他这个只会取悦男人、只会耍小聪明的金丝雀没了依靠，还想和我作对，不过是浮游撼大树，自不量力。他不相信江鹏这么绝情，更不会相信江鹏会对着我哭诉忏悔。听了我的话，他整个人神经质地挣扎起来。幸亏有狱警在，不然我都觉得他能冲破玻璃来给我两拳。他和江鹏那个狗东西倒是一样，都喜欢无能狂怒，有什么不可信的啊？张月，你未免也太高估自己了。就你那破肚子里的野种，你敢和最爱你江鹏说是他的妖？你卷走他妈的养老钱，给他戴绿帽子，你觉得他还是最爱你的？我满脸看戏的把江鹏的体检报告递给他，他的视线掠过绝经症3个字时，彻底沉默了。江鹏和他厮混良久，他却也不知道对方得了这个病。张月一直都是家里最受宠的小公主，衣食住行样样都要最好的。我和江鹏结婚之前，他就会来我的工作室蹭饭、蹭化妆品。后来江鹏和我结婚了，他也经常出现在我们家。从前我信任江鹏，也相信这个还在读书的闺蜜兼妹妹，根本没有想过2个人会搞在一起。还有一件事，你的罪证是江鹏供出来的。我摊了摊手，表示他坐牢和我无关。张月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恐惧，说话都颤着声音：都是你，是你在算计我。鹏哥怎么可能背叛我？肯定是你唆使的。鹏哥那么爱我，怎么可能供出我？张宁，你太恶毒了，我要申诉，我要报警。我耸耸肩，轻描淡写的回复：你和你的鹏哥同流合污，有什么下场自己没想过吗？是啊，我就是在算计你们，就是恶毒，我步步为营，他们也步步进入我的圈套之中。我可没有逼你们去犯法，你在对我进行污蔑，我会让律师来和你谈。你情我愿的事，怎么能怪我恶毒？是他们2个人要当奸夫淫妇，我不过是因为生不出孩子而被婚姻抛弃的苦命女人。张月给江鹏戴绿帽子的事，我都没和他们老人说，我还不够善良吗？他现在在这里叫嚣自己的苦难，却不知道这全都是他给自己编织的牢笼。
张月这只金丝雀被判了3年，年纪轻轻就坐了牢，以后也没什么指望了。听着法官的宣判，我心里的阴霾才全部散去。从法院出来的时候，天空下起了雪，雨雪霏霏，像极了当初姜鹏和我求婚的日子。5年前，我们创业的公司终于有了起色。他在五彩斑斓的烟花下对我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以为一生只爱一人，幸福触手可及。现在我明白，爱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才是真的。姜鹏说深爱我，还是转头就和张月搞在了一起。张月也说他爱姜鹏，还不是给他戴了绿帽子。我说我爱姜鹏，却也把他亲手送进了监狱。自始至终，我最爱的人是我自己，我不想让自己一直受伤，只能用尽全力保护自己。我先是我自己，才是别人眼里的张宁。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